他是史上最风骚的男人，他也是中国所有文人心中的偶像。李白称他的诗词可与日月争光，大才子苏轼更是对他甘拜下风，说自己文章才学不及他的1/1000，而且相传他死后还成了十殿阎罗里的楚江王，他就是我们3天小长假的纪念对象，中国第一位诗人屈原。然而，端午节真的只是为了纪念屈原吗？有人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，也有人说是为了纪念爱写菊花诗的黄巢，更离奇的说法是为了纪念天师钟馗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了解一下那些端午节的纪念对象。第一位屈原，他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，可以说他在文学界独领风骚。这里的风骚可不是贬义词，这个词最早源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《诗经》中的国风和屈原《楚辞》中的离骚。这2部作品在中国文坛被誉为殿堂级神作，因此风骚一词逐渐演变为赞美文才和文学作品的最高等级。在古代文学中，诗人被称为骚人，如果一个人被称为风骚，并不是骂人，而是说这个人的文采1等1，绝对牛逼。又因为屈原的诗作《离骚》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宗立派之作，因此他也被认为是第一个风骚的男人。但是屈原和后世所有的诗人一样，往往最炸裂的作品都是在怀才不遇或者最悲愤的情绪下诞生的。从这方面来说，战国的最强王者第一大忽悠，鬼谷弟子张仪算是激发屈原写下传世名篇的一个重要人物。公元前340年，荆楚大地，屈原出生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诗歌这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即将深深地烙印在每个国人的 DNA 中。屈原是今湖北宜昌人，他姓李，名平字元，屈只是他的氏族名称，因为在先秦时期，姓和氏是分开的，男子称氏不称姓，而且氏是当时贵族独有的标志。后来到了秦汉时期，姓氏才合二为一，还有屈氏是当时楚国的3大氏族之一，他们其实都是楚王的本家，因此屈原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皇亲国戚。这要牛掰的出身，也难怪屈原在《离骚》的一开头就说地高阳之苗一兮，朕皇考曰伯庸，大概意思就是我的父亲叫伯庸，而我的祖先则是皇帝。然而到了屈原这一辈，他们的家族已经十分衰落，但是在那个血统化尊卑的年代，屈原的前途还是依旧光明。再加上他自幼聪明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刚到弱冠之年就得到了当时楚怀王的赏识。屈原被楚怀王直接任命为了左徒一职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或者外交部部长。楚怀王的赏识也给了屈原施展抱负的机会，因为当时正值战国中后期的大争之势，各国战乱频发，西方的大秦虎视眈眈，楚国想要立于不败之地，只能变法图强，或者合纵连横，搞好外交关系。于是屈原刚上任的第1年，就风尘仆仆地出使齐国，定下了齐楚之盟，给楚国争取到了一个靠谱的小伙伴。对内他又主张举贤任能，不分贵贱，大家各凭本事，你行你就上。屈原眼看着楚国的实力蒸蒸日上，没准过不了多久就能实现自己明君贤臣共倾楚国的美政理想。然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少年得志的屈原在23岁时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。当时的楚国正和齐国联盟，秦国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，为了打破楚齐联盟，于是派出战国第一大嘴炮张仪出使楚国。这个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他是秦国的首席外交官，铁齿铜牙2片嘴，忽悠的你找不着北。而张仪到达楚国后，首先见到的就是负责外交的屈原。屈原非常明白秦国的心思，如果同意终止楚齐联盟，秦国就会再无后顾之忧打垮吴国，楚国也会成为秦国的盘中餐。于是当即拒绝了张仪会见楚怀王的请求。但是张仪并没有就此罢手，而是花重金贿赂楚国权贵宠臣上官大夫。上官大夫便向楚怀王进献屈原的谗言。话说有一次，屈原在替楚怀王拟定一个法令，上官大夫跑过来想看草稿，结果被拒绝了。这一下就给上官大夫逮到了机会，于是他就向楚怀王打小报告去了。上官大夫对楚怀王说：“大王您瞧，屈原这人他实在是太自大了。变法改革明明是因为大王您的英明神武，他不过是帮您打打下手而已。
但屈原这人到处跟人说，任何法令的起草没有他就不成。浙江大王您至于何地啊？屈原的才华清高，被他们诋毁成目中无人，不把君主放在眼里，而这恰恰也是历来君主最忌讳的东西。不得不说，小人实在是太善于利用人的弱点了。于是屈原就被楚怀王从位高权重的左徒贬为了三闾大夫。这个三闾大夫听起来还蛮高大上的，其实就是管教士族子弟的一个老师。后来张仪没了屈原的阻碍，便顺利地见到了楚怀王，就开始忽悠楚怀王说，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，我秦国愿意割地600里，以表诚意。屈原听说后极力劝告，但是楚怀王听不进去，就信了张仪的邪，而且为了和齐国彻底断交，向秦国表示决心，楚怀王甚至还派人到齐国城墙下辱骂齐宣王。后来楚怀王找张仪兑现承诺，结果没想到张大忽悠居然翻脸不认账，说啥600里啊？我当初明明说的是6里。经此戏弄，楚怀王愤怒交加，决定举国伐秦。而屈原看到自己的君主被秦国耍得像猴一样，自然也是满腔怒火。于是在楚兵伐秦的动员大会上，愤怒的屈原写下了那首向天地鬼神祈祷楚军大胜的九歌，身既死西神已灵，魂魄亦兮为鬼雄。然而悲催的是，楚国先后2次兴师伐秦，结果都被秦国打败。这会儿楚怀王终于反应过来，还是屈原说的对，当初就该听他的。于是再次启用了屈原，派他去跟老朋友齐国重修旧好。虽然屈原完成了使命，但君臣嫌隙已生，再加上小人们挑拨，屈原再也没能像当初那样受到楚王的信重。从齐国回来后没多久，就又被怀王疏远，甚至还遭遇了人生中的第1次流放。后来屈原重返朝堂没多久，又赶上楚国政局突变，楚怀王被骗到秦国进行和平谈判，却惨遭软禁。之后楚顷襄王即位，屈原作为旧臣，更是被排挤打压，他再次被流放，而且这一次流放将近20年，直到他生命的尽头。被流放的屈原无疑是愤懑的，自己一心为楚国、为家国着想，为什么总是被质疑、被排挤？于是他化悲愤于文字，把自己的家国之情、流放的郁闷、政治的失意都付之于笔下，写下了那一首首动人的诗篇。他目睹战乱年代百姓遭受的罹难之苦，于是他写下长叹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他虽无端被排挤，遭逢厄运，但他也无所畏惧。于是他写下亦于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虽然自己人生的道路漫长而艰难，但是他将会不遗余力地去探索和追寻。于是他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只能说有文采的人吐槽叫做离骚，没有文采的人吐槽叫做牢骚。公元前278年，秦国派遣大将白起攻破了楚国都城。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痛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旧愁未去，又接上了新愁，而且复国遥遥无期，就像这江水与下水没有尽头。于是就在这年农历5月初5，屈原以身殉国，投进了汨罗江中。那么屈原是如何爱国，如何否行高洁，如何刚正不阿呢？我想《史记》中这一段记载足以明了。屈原至于江滨，披发行银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夫见而问之曰：子非三闾大夫于？何故而至此？屈原曰：举世皆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渔夫曰：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，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补其糟而辍其离？何故怀瑾握于，而自令见放为？屈原曰：吾闻之心目者必弹冠，心欲者必振衣。人又谁能以身察察，受物之问问者者乎？宁复长流而葬乎江于腹中耳？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温实乎？话说屈原听到楚国被灭的消息后，独自来到汨罗江，恰巧碰到一渔夫，惊奇地问：您不是三闾大夫吗？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？因为举世皆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。渔夫又说：您为何不跟随着世道一起变化呢？为何不随波逐流呢？为何还要自命清高，让自己落得一个放逐下场？然而屈原是怎么回复的呢？
宁复相流葬于江鱼之腹中，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？我宁愿跳到江水里，葬身在鱼腹中，也不让清白去接触这世俗尘埃的污染。说完，便纵身跃入江中。为此，我们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纪念他爱国情怀。七绝屈原屈，屈子当年赴楚骚，手中握有杀人刀，爱萧太盛娇兰少，一跃冲向万里涛。所以在爱国这件事情上，不分男女老少、高低贵贱，让我们永远谨记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后来相传在屈原死后，楚国百姓哀痛异常，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。渔夫们划起船只，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。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、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。人们见后纷纷仿效。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，说是要晕蛟龙水兽，以免伤害屈大夫。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，人们想出用树叶包饭，外缠彩丝，发展成粽子。此后就有了在端午节吃粽子、喝雄黄酒的风俗，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然而，过端午节还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要划龙舟。相传这个龙舟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。根据《事物原始》一书记载，竞渡之事起于勾践，今龙船事也。据说春秋末年，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，成为俘虏。勾践在卧薪尝胆3年后，终于回到越国。于是，在5月5日这一天开始操练水军。经过勾践多年的奋斗，终于报仇雪耻，灭了吴国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胜利，便在5月5日这一天开始了划船竞渡。话说，端午节在中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别称最多，大约有20多个。比如，它也叫龙舟节、重舞节、诗人节、粽子节等等。但在这些众多的别称中，有一个叫做菖蒲节的，就是有些地区要在端午节这一天在门口插上艾草、菖蒲之类的草药，以达到驱蚊辟邪作用。然而这习俗却是为了纪念那位冲天香震透长安、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菊花诗人黄巢。话说唐朝末年，黄巢领兵造反，所到之处杀人100万，血流成河。老百姓听见黄巢来了，就纷纷逃难，唯恐避之不及。这年5月，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，兵临邓州城下。他去城外勘察地形，只见一夫人背着包袱，像是在逃荒，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就上前询问。只见那妇人说：“听说黄巢杀人不眨眼，不日就要攻城了，我只好逃命去了。”黄巢听罢，便对这妇人说：“你回去把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，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们了。而且他们杀的只是那些不忠不义之人。”妇人听了，将信将疑，不过她还是回去了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老乡亲。第二天，正是5月5日，黄巢的军队攻进城中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了菖蒲和艾草，果然都没有杀他们。而且随军的医生还为民众看病问疾苦。为了纪念这件事，此后每到端午节，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、艾草，所以端午节又叫做菖蒲节、艾节。然而说起端午节的习俗，还有一个就是挂钟馗的画像。关于钟馗的事迹，最早记载的是唐卢照的《唐异史》一书中。钟馗本是一介书生，但他和我们印象中的秀气软弱的形象不同。他长相狰狞，非常丑陋，但是文武双修，一身浩然正气，有着江湖侠士之气质。相传饱读诗书的他去参加科举考试，成绩非常优秀，没想到最后一科居然由唐高祖李渊亲自监考。在李渊没见到钟馗前，本就打算将他立为状元，没料到的是，李渊见其真容后，便取消了钟馗的殿试资格，且将其赶走。钟馗才高8斗，却因为相貌丑陋而被皇帝嫌弃。他在悲愤交加之下，一头撞死在了大殿里的柱子上。后来李渊听闻后十分后悔，便赐以红冠袍安葬。到了唐玄宗时期，相传玄宗李隆基在临潼骊山偶患皮病，久治不愈。一次晚上，唐明皇做了一个很神奇的梦，梦中看见了2个不同的鬼，其中小鬼就是影响自己得病的鬼，大鬼就是钟馗。钟馗很快便把小鬼抓起来了，并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唐明皇。唐明皇梦醒后，折磨他许久的病莫名其妙就好了。
他认为与梦中的钟馗有关，于是他把自己看到钟馗的样子告诉了画圣吴道子，让吴道子画出来，并让家家户户都张贴钟馗的画像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再有邪祟去骚扰百姓了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就形成了要在端午节挂钟馗像的传统，而且就连《本草纲目》里也收录了用钟馗像烧成灰，以水冲服或配合其他药面以治疗难产、疟疾等症的秘方。其实现在主流的看法还是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。你还知道哪些端午节的习俗和纪念的人物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，进行讨论。